海南封關以後哈，这个经济有没有起飞？反正我是没看出来哈。但是呢，这物价是真的飞上天了。这最近有一个热搜，就三亚去旅游的游客吃了4个海鲜，花了1800多塊錢，而且還被服務員嘲笑說你要吃不起你就別來。假設老百姓咱也不太懂哈，就這個跟國際接軌原來是這麼接軌的，就是物價接軌啊，飛上天。今天來三亞站接個粉絲，大家有沒有發現一件事兒啊？今年來海南旅居養老度假的這個候鳥人群啊，說實話不咋多了，真的。你看這出租車都在這閒着沒啥事兒。昨天晚上去拿那個快遞的時候，然後快遞站的大姐就說今年完犢子了，說今年來海南的人太少了。你說這到底是咋回事呢？海南封關已經1個月了，結果並沒有出現預期中的外資湧入，反而連不少國內投資者都在悄悄撤退。原本應該是熱鬧的自貿港，如今卻是商場冷清，街道空蕩，寫字樓人去樓空，一整排店鋪貼滿了招租的告示。當地居民更是怨聲載道，輿論焦點普遍集中在海南日常生活開銷高得離譜，衣食住行價格不菲。在住房方面，租金持續走高，水費與電費遠超許多內地城市。在交通方面，油價高昂，讓燃油車的車主壓力很大。你們確實該投訴一下三亞的物價了啊！我倆剛才準備買個西瓜，然後還有6個蘋果，猜多少錢？猜多少錢？老鐵們猜啊！140多，150吧？147啊！我當時我看着那個單子呀，我都懵了。我說不行，我改天我來買打折的吧，這個太貴我買不起，家人們，我就把西瓜蘋果都放回去，真的，我他媽直接嚇爆了，家人們，我們店員以為我富二代的這麼買東西，我的媽，不行。趕緊投訴物價啊！一個西瓜100塊錢。對，不管你是來旅遊來幹啥的，投訴一下沒毛病啊，我支持啊。前幾天我婆婆從三亞回上海也說，剛落地第一件事她就去菜市場買菜嘛，然後回頭就給我發信息，說花了27塊錢買了7樣菜，一大兜子呀。因為你要知道，在三亞的話，27塊錢只能買2斤西紅柿、3斤黃瓜、4斤土豆，而且這還是菜市場的價格。你出去吃飯就更別提了，你在三亞隨便普通的小店，一碗牛肉麵吧就要28、9塊錢，你稍微加點肉，直接就能到35、6。內地很多城市出差的時候，什麼北京啊、上海呀，我都覺得大城市的物價真的好便宜。你要知道，你在三亞隨便一個餐廳，你點一盤清炒土豆絲都要30起步。在昨天我肚子餓了，我尋思去吃一碗牛肉麵嘛，這玩意兒它能有多貴啊？在我們新疆乃至整個北方，它也就是10塊錢的事兒，是不是？我說老闆，一碗酸菜牛肉麵，一碗酸菜牛肉麵啊，在新疆最多也就12、14塊錢。他說28啊，28！我聽到這個數字的那一刻，我感覺我穿越了，我穿越到2052年了，是不是？這個物價這麼高嗎？我說1碗，我以為他聽錯了哈，我說1碗，他說對的，28。怎麼辦呢？話已經說出口了，這個時候我要說啊，我再看一看，我先不吃了，會不會顯得很窮？哎，咱就是硬着頭皮付了這28。博主說，他等牛肉麵的時候呢，心存期待。心想，既然一碗麵賣到28塊錢，也許裡面有什麼海南特產。結果牛肉麵一上桌，他傻眼了，碗裡除了清湯，只有幾根稀疏的蔬菜和2片薄薄的牛肉。他忍不住問：“你們海南本地人平常都吃飯不？這個物價，這個菜價，你們受得了不？”昨天房東跟我說要讓我續交房費嘛，然後我今天跟他說了，我說不行就不交了，要不然就少交點，讓我就是那意思先幹着，要不然我就撤了。實在是沒法啊！你說現在眼瞅着賠錢都不掙錢，你說怎麼交這個費用？自從我幹上這個店兒將近3個月，每個月咱說能鬧平就算不錯了，整不好還得大點，人工就更別說了，都不敢雇人，雇不起人，因為這個營業額一天好的時候500-600塊錢，最近還賣不上500-600了呢，300多塊錢，你說怎麼做？到了三亞灣這邊一個大商場。現在是我看看幾點啊？5點20，沒啥人。買雙鞋，買2套褲子，價格還是可以，都能接受，挺親民的價格。也許可能這個點兒，可能還沒下班啥的。海南的物價全國第一，你們有沒有人不同意的？
其實全國我也去過很多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深圳這些一線城市，但他們的物價我感覺都比海南便宜。海南的豬肉啊，30多塊錢1斤，然後青菜的話又被賣到了10多塊錢哈。特別是每年台風的那段時間，我感覺那個物價更是高的離譜。但是我很不明白的是，海南人哈，大部分的工資都是2000、3000的哈，但他们的心態卻非常的樂觀，每天就是該吃吃，該喝喝哈，凡事都不往心裡面去。好多人想來三亞找個工作或者創業，我特別想問問你，你對三亞的市場到底了解有多少呢？我告訴你們啊，三亞是全國最獨特的就業市場，這裡的產業很集中，幾乎都是圍繞着旅遊養老，所以呢，也就意味着除了旅遊、酒店、餐飲這些服務行業，你能找到像樣的白領工作，我告訴你啊，特別的少。比如說你是學金融的、學 IT 的，你想搞點高科技，對不起，你來到這兒了之後沒有什麼用武之地。博主說，海南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物價高，工資低。本地很多年輕人為什麼能夠接受呢？是因為他在家裡住，在家裡吃，甚至呢還有果林收益，那點工資純屬是零花錢。但是對於外來者來說呢，4000塊的月薪扣掉1500的房租和2000塊的飯費，所剩無幾，根本就無法扎根。海口現在的真實情況，海口今年出現了5大怪象。第一，沒人說加薪和跳槽了，以前總有人埋怨工資低、加班，多想離職跳槽加薪。今年大家下班出去聚餐都少了，都想賺錢。第二，以前總怕被炒魷魚，現在都期待着炒魷魚，都想拿 N+1了。第三，以前看到朋友買房都是羨慕嫉妒恨，現在看到朋友買房心情很複雜。第四，寫字樓很多都租不出去，一直在降價。第五，外賣小哥的送餐速度越來越快，我都在懷疑他在備戰奧運了。你發現了嗎？據說海口市啊有10萬人，我都不信，人都不知道去哪裡了。大街上沒得人，像公園也沒有人，就像我身後以前這條街就很熱鬧的，也沒有人。你說海口的人都去哪裡了？5年前每個街道都是人山人海的，現在的人不知道去哪裡了，難道都回去種田了嗎？好多外地的朋友都打電話來問我，海南封關了，你那裡的生意是不是更好做？其實對我們島民來講，目前我們看到的就是從18號封關到現在，我們的檳榔價格已經跌了40%掉了。你說我們會開心嗎？我們種了這麼多檳榔，明年的價格還什麼樣子，還是個未知數。博主說，目前價格跌到了10塊錢以下，這對當地人來說雖然是無奈，但是由於土地歸自己所有，沒有租金壓力，還能夠勉強的維持。然而呢，那些投入巨資租賃數千甚至是上萬畝土地的企業主們，日子恐怕就沒有那麼好過了。博主預測，一旦價格持續走低，恐怕會引發大批承包商撤資止損。不是海南現在這個物價都這麼貴了嗎？我想吐槽一下海南現在這個物價。我今天下班早，我去買了點涼拌菜，就這麼一丟丟，家人們，這只是一點素菜呀！付款的時候竟然要我25。我去隔壁買了一點糖炒板栗，就這些，有20多顆吧，要了我20塊錢。不是咱們海南現在這個物價都這麼高了嗎？我感覺我的消費觀也還可以呀，是只有我一個人覺得貴嗎？你們呢？你們怎麼覺得的？不知道你們發現了沒？來海南的人還是這麼少。快要過年了，加上海南自由貿易港封關運作，本來應該有很多人會來海南，可實際呢，除了幾個商圈，大街上依舊冷冷清清，能看得到的也就代駕、滴滴，還有外賣小哥了。一些工資真的很低，一個月4、5千塊錢的工資。除了水電、房租，還有每天的開銷，最後到手上能有多少錢？不着錢，就更存不了錢。你們說，在海南還有機會嗎？現在一鋪養3代的這個年代呢，已經過去了。你們去看一看一條街那個店面超過3年不倒閉的，你都要給他發一個成功獎。今年苦的一定是實體的老闆，打工都沒那麼苦啊。你去街上看看。那些守着小店的老闆，365天全年無休，比上班還要準時沒有周末休息，沒有節假日。你說開個店窮吧，
還有個門面撐場面，你說富吧兜裡面掏不出3瓜2棗。有很多朋友說，現在來海南過冬人越來越少的原因，是因为海南的物價高，交通不方便。個人覺得並不完全正確，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現在的經濟大環境不好。我問過很多來陵水過冬的老人，他們有很多人的小孩跟我們差不多大的年紀。正是因為現在的經濟大環境不好，有很多年輕人他們的收入是完全支撐不了自己小家庭的開支，所以有很多父母節衣縮食，犧牲自己晚年生活的質量來幫襯自己小孩的家庭，這才是最主要的原因。你們認為呢？海南今年的冬天真的有點奇怪哦。我記得以前的話，10月份開始就有很多的人到海南這邊開始來過冬了，但是今年我發現我們小區的這些車位都是空着多。以前的話，我們冬天的車位是不夠用的，稍微晚一點點回来，車位都是沒有的。昨天天氣很好，我去假日海灘玩的時候，假日海灘的話人也是寥寥無幾。以前的話，假日海灘是人很多的，海邊的話很多那些阿姨就穿着花花裙子，穿得很打扮得很漂亮，很時髦的，在海邊拍照唱歌很多的这些。现在去的时候已經沒有了。我覺得在三亞找工作創業非常的難，因為這是一個消費的城市，來這兒的人都是吃喝玩樂的。如果有什麼生意的話，那也就是圍繞着這些餐飲住宿。但是圍繞着這個呢，有一個大的問題，就是它季節性特別強。現在人還不是特別多，要到1、2月份人非常的多，人滿為患。但是如果1年就掙2個月的錢，你覺得這個錢好掙嗎？博主於姐說，她經常經過一家面積大約是150平方米的餐館，去年這裡呢還是一家火鍋店，今年又換成了燒烤店。她看到店裡大多數的時候呢只有1桌客人，有時呢甚至看到老闆一個人坐在店裡，連1桌生意都沒有。於姐感嘆道，這種慘淡的經營狀況，究竟有多少人能夠堅持得住呢？這幾乎就是在生死線上掙扎。因此呢，在朋友詢問來海南投資什麼時，於姐直言，她覺得在這種旅遊城市，在消費降低的背景之下，無論是搞民宿還是開飯店，都需要極度的謹慎，賺錢實在是太難了。今年的生意難做，但是我沒有想到今年的生意居然這麼難做，免稅店都沒有人。昨天我去一個我比較喜歡的餐廳，裡面就幾張桌，我可是12點半去的，正是飯口的時候都沒有人。海口最近有一個很奇怪的現狀，說出來可能你不信，滿大街都是空腹紙貼轉讓，不少的小公司撐不住關門，就連以前熱鬧的地方，現在人也少了。很多大公司也在裁員降薪，很多人沒了工作就跑去送快遞、開出租車、幹跑腿。現在這些活已經擠不下去了。海口消費高，工資低，好多人的收入根本養不起一家人。今年海口的話，也不知道是什麼大環境影響，可能就是餐飲店各行各業吧，生意都是下滑的很嚴重。就連咱們的70、80甚至90都知道的一個大店火鍋，這是承載了多少70、80人的記憶在裡面，它也面臨了倒閉、轉讓、關門了，是吧？你們有沒有發現三亞今年沒人來旅遊因為酒店的價格還沒漲還是幾百塊錢。往年三亞的酒店價格已經上千塊了，現在12月份了，北方也已經開始冷了，是不是都要來三亞這邊來旅遊了但是今年三亞為什麼酒店還這麼便宜？有時真的不能理解就是似乎感覺到我們生活這個城市就像得了一場病一樣，就是各個行業都在蕭條。你看這個是原來真的是人聲鼎沸的新不島海鮮大世界，這個餐飲店真的是倒的，就是有時讓你感覺到外行人都感覺很心痛這1樓這1層倒了幾家，就堅持下來真的是很難。海南的房價真的是成了一個天大的笑話，都可笑到什麼程度了？18年是不是大家都說海南的房子會保值增值，不會貶值？現在好了，2026年了，大家看一下，從海口到三亞各個市縣，第4代住宅是一路飆漲，而第3代住宅卻低到連毛都不剩了。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
請您記得點讚、訂閱、留言，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感謝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們下期節目再見。